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卫军情局。今天是11月17号，习近平和高市早苗都想做留名青史的民族英雄，他们也都是煽动民粹的高手。但这次明显是高市早苗技高一筹，老共输的还是比较惨的。关于这段时间中日的外交口水战，包括中日两军在海上差一点就擦枪走火，人们就问：这么热闹，真的要干起来吗？我直接把话放这儿，绝无可能。这实际上是双方各自演给国内民众的一场外交大秀。但实际上，小粉红被习近平利用了，而恰恰是习近平也被高市早苗利用了。在这儿呢，我给你详细的拆解一下。首先说这件事的起因是高市早苗在那个日本众议院讲到了台湾有事儿就是日本有事儿，这不就是那个引子吗？实际上中国心里清楚，日本一直是这么想的，只是没有人这么说。那这次中共为什么反应这么大呀？这就是关键所在。确实老习有在未来的3年内武统台湾的打算，为什么以前的胡锦涛江泽民不去较这个真儿是因为他们没有打台湾的这个想法，这儿就是区别。当你真想干的时候，你自然要用剧烈的反应吓阻日本，这儿就是老习最根本的原因。那第二方面，通过这次交锋，你看到的是你来我往，轰轰烈烈，又是互招大使，严正抗议又是什么互相的这个关于教育留学的这方面的问题，这都是表象。深层次的是高市早苗抓住了这次机会，他不停的得分。我们来拢一下如果你看不清这一刻，你必须清楚，日本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常态化国家。这话怎么来的呀？这是日本人告诉我的。在十几年前，我在大连一家公司任总经理，我的客户就是万宝芝马达、三洋电机，还有就是立柱集团，这些在日本都是一线的企业，行业巨头。手机里面滋滋响的那个马达就是万宝芝的。他们就喝完酒以后就讲我们这个国家亏，为什么亏呢？二战以后我们失去了很多权利，日本是科技大国、经济大国 ，GDP 排名前5，但是我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不平等，一直是美国控制着我们。首先，我们只有自卫队，而没有常备军。没有常备军，没有军力支撑，你怎么可能成为和自己的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政治大国呢？有一段时间他特别想加入这个联合国理事会要入常，你没有军力，谁来鸟你啊？所以说，日本的历届首相都希望能够迈出这一步，让日本成为一个在军事和政治上正常的国家，和自己的经济实力平起平坐，至少要入常。中国一直是卡着他的。那高市早苗现在他发现了一个机会，至少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首先日本恢复军力，然后你才能谋求在联合国五常的地位，或者说更多的参与国际事务。那他头上有个紧箍咒，叫做和平宪法。这个宪法是麦克阿瑟应该说为日本量身定制的。他的宪法第9条就规定了，他放弃使用武力，也放弃了交战权，他也不允许有海陆空的3军。后来一些其他的首相经过解释这个条款，他搞了一个叫自卫队，实际上它就是一个防卫力量，而真正军费的开支占 GDP 的份额是很小的。
归根结底，和平宪法日本人自己也想要解放掉，但是问题在哪儿呢？那就是日本的民众有相当一部分乐于现状，说我们在军事上交给了美国，美国为我们提供核保护伞，我们为什么要花钱养军队？有这个钱能提升我们的福祉，不更好吗？正是因为有一些日本民众有这种短视的这个想法，所以说日本的政治家一直没有实现为日本长远利益做的这一步。但现在习近平给了他这样一个机会，因为日本的政客一直在告诉国民，如果说台湾我们的邻居被中共武统了以后，那我们和中国的战略纵深就越来越小了，它势必会侵占我们的另外一个国土，那就是琉球。琉球距离台湾是非常近的，那里也有几十万人呢。而如果拿到琉球，接下来呢就有可能再一步控制战略纵深，因为大家都清楚，共产政权它对安全有一种迷之自信，就是我一定要扩大战略纵深，邻国都是他觊觎的对象。所以日本国民慢慢相信这点的时候，他们就清楚，台湾不是中国的内政，而是我们利益相关。只是高市早苗把这句话公开说了一下而已，它实际上就代表了日本的民心和心声。正是因为中共的张牙舞爪，这几年随着中共经济实力的增强，航母都造了3个了，当然其中第一个是买来的二手，接下来他还要再造第4个呀。另外他的引善战机也在列装服役，所以日本明显感觉到，我们现在如果想保卫台湾，我们的邻居，那必须把这个和平宪法废掉，或者要进行修改。那个修改呢，实际上也分为几步走。首先要把自卫队调整成正常的国防军，你既然是军队了，你就可以造航母了，造更多的核潜艇，然后呢，你还可以增加军备，那就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了。第二，非常重要的一点，你一下子走到这一步步子迈的是太大的。为了循序渐进，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那就是要深刻的绑定美国。现在已经绑定了，但是还不够紧。现在的日美安保条约这个东西普通老百姓觉得够用了，但是有长远利益的政治家认为这个东西总有一天它会产生动摇，你有不如我有。因为二战时候美国是二战秩序的缔造者，那军力有多强，而现在不一样了。尤其是川普执政以来他对东亚的投资明显在减少，他甚至让海格塞斯国防部长告诉这个日本，你们要成为一线司令部，他实际上是要往后退的那么意思。那日本心里很高兴那你退可以那你必须得给我正常国家的待遇。一个是我自己要修改宪法，第二呢，在这段时间我增加国力的时候，你要给我提供核保护伞。这个不仅仅是合同，而是实实在在的有核驻扎。这就涉及到它的无核3原则了，不制造、不储存、也不引进。现在先从引进开始，那就是通过调整，把美军的核潜艇或者搭载核武器的轰炸机常驻日本。那他获得了什么呢？他获得了日本从一个二流国家向一个正常的军事大国迈进的一个宝贵的时间窗口。这就是高市早苗的算盘。那你看，咱们再回过头看过去一周发生的事情，中国给了日本民意闭嘴的这样一个借口。原来反对的，你还敢反对吗？因为中国的外交官不光是说他的军舰到钓鱼岛巡游，到你的专属经济军
来这个耀武扬威的问题，他的外交官可以要斩首你的首相，你还忍不忍？这么一个明晃晃的敌人，不用制造了，他就在我们的大阪啊，你还怎么反对呢？所以说，无论是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啊，中共实际上都在不停的失分。它的失分就体会在，首先在政治上，全球没有人支持中国，包括俄罗斯和朝鲜，说话了吗？没有说话，对吧？第二，它在经济上啊，大量的日本企业已经下定决心，既然终有一战，那我们为什么要成为这个牺牲品呢？那我们就往南迁，去越南，去马来西亚。日本企业啊，美国企业它也在往外迁，经济上失分吧。那更重要的一点啊，就是民心。通过这一次，中国民众也看清楚了，中共你在虚张声势，你在拿我们当小粉红。所以说啊，该留学的人家还是去留学，该旅游的还是去旅游。所以老习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的话，我相信啊，他会选择仅仅抗议一下。那高市早苗，你刚刚执政，立足未稳，你在推动修宪呢，时机不成熟。你看，有时候啊，领导人的一念之差就酿成了这个大祸。有时候高市早苗也会觉得，你咋不折腾了呢？你咋不把战斗机给我开过来呢？你越这么折腾，我得分越高，我的支持率越高，然后呢，我推动我的修宪无核三原则呢，会更加的顺利。不过让大家失望的是，这段时间明显感觉到这老习可能缓过味儿来了。他发现自己的愿望只要是热闹，口舌之快，逞了声势，造起来了，但是啊，赢了面子而失了里子，这儿就是中日最近外交争端的真相。如果您赞同我的观点，或者说咱们共同探讨，欢迎在留言区留言。明天啊，我想聊一下乌克兰最近和法国签署了一个大单，他们这些战斗机多久才能交付，有什么战术优势？如果您感兴趣，请打开小铃铛，明天咱们不见不散。